这是一部宝藏级别的恐怖片，天才导演通过各种反套路，将经典的恐怖情节反转成了戳在你嘎吱窝里的笑点。一边看着血浆横飞的画面，一边捧腹大笑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喜剧恐怖片《双宝斗恶魔》。风和日丽的一天，一群大学生开车前往莫里斯湖的森林度假途中，他们遇到两个长相朴实的本地人，姑且叫他们胖虎和瘦猴吧。看惯恐怖片的大学生们瞬间开始脑补，于是躲开胖虎二人，开往另一个方向。然而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，在加油站休息时，几人再次和胖虎他们相遇。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们想不引起两人的注意都难，尤其是至今还未尝过爱情滋味的胖虎，尽管内心小鹿乱撞，但因为强烈的自卑，他并不敢主动撩妹，只能啃着手里的咸鸭蛋发泄。瘦猴看穿胖虎的心思，鼓励他勇敢追爱。怀着紧张的心情，胖虎来到大学生金发妹面前，简单打个招呼之后，忍不住发出杠铃般的笑声。这一笑差点吓死这帮大学生，他们如临大敌，连忙跑路，留下胖虎原地蒙圈。他或许还不知道，刚才的打开方式确实有点吓人。虽然胖虎和瘦猴长得潦草了一些，但两人的确是朴实无华的好人。情场失意让胖虎有些沮丧，好在瘦猴对他一直不离不弃。两人来到先前花巨资买下的度假屋，听说它有点破，等进入房间才发现它居然能这么破。瘦猴往旁边的柱子轻轻一靠，差点就把房子给拆了。看来接下来的维修工程很庞大啊。巧的是，大学生们也来到了度假屋附近的森林，扎好帐篷后，蓝衣哥饶有兴致地讲起了恐怖故事。传言20年前也有一群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学生到这里玩耍，结果遇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最后只有一人逃出升天。杀人凶手正是当地两个猛汉，警察并没有找到遇害者的尸体，据说就埋在这片森林中。刚说完故事，一名同伴兴奋地跑过来，说旁边有一个湖，可以好好的浪一浪。与此同时，胖虎和瘦猴半夜不睡觉，正在湖边夜钓。当然鱼是一条没钓到，走运的是他们刚准备离开，就看见金发妹站在岩石上脱衣服，这肯定得留下好好观摩观摩一番了。可没想到金发妹被两人的声音吓到，一个没站稳，直接从岩石上落入水中。扑通一声之后，水面渐渐没了动静。担心女神有危险，胖虎二话不说跳水救人，好不容易把金发妹拉上船，又立刻对她进行人工呼吸。然而这一幕在其他大学生眼里却变成了恶徒在吃人的画风。然而他们并没有救人的意思，而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。没办法，两人只好把金发妹带回度假屋。天亮后，金发妹从床上惊醒，额头上的伤口也已经包扎。见自己身处小木屋，金发妹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时胖虎贴心地端来早餐，却把金发妹吓得吱哇乱叫。单纯的胖虎好像还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，以为金发妹不喜欢吃煎饼，连忙端回厨房，决定重做。另一边，蓝衣哥等人也在森林里四处寻找金发妹的下落。很快他们便发现了度假屋，以为金发妹正在里面忍受酷刑，殊不知胖虎又贴心地奉上了鸡蛋和火腿。一番交流下来，金发妹发现胖虎虽然长得不太行，但内心却很善良。友谊的小船很快扬帆起航，金发妹不仅不再害怕，反而和胖虎玩起了纸牌游戏。正在锯木头的瘦猴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，也忍不住露出老父亲般欣慰的笑容。大学生们通过投票决定条纹哥开车出去报警，大眼哥则肩负起了更艰巨的任务，去和门外的瘦猴聊一聊，说不定能感化对方，救出金发妹。话说大眼哥也是有点倒霉在身上的，刚走过去，瘦猴就不小心锯到马蜂窝，慌乱中举着电锯冲了过来。大眼哥误以为瘦猴要砍自己，吓得拔腿就跑，最后慌不择路扎进一截尖木中，悲催的领了盒饭。木屋中，金发妹和胖虎相谈甚欢，直到一脸包的瘦猴进来，金发妹才想起外面还有一帮小伙伴，只是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。看出女神的担忧，胖虎表示问题不大，找人而已，他和瘦猴很愿意效劳。见到大眼哥尸体后，大学生们惊恐不已，认为这是胖虎和瘦猴给他们的警告，接下来搞不好会把大家全部杀死。
就在这时，胖虎和瘦猴来到附近，大喊着：“同学们，你们在哪里？”喊的确实挺有感情，问题是谁敢答应啊？见迟迟没有回应，胖虎只好用斧头在树干上留下讯息，希望大学生们看到后能主动前往度假屋。等到两人离开，大学生们小心翼翼靠近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绑架威胁吗？金发妹好心帮胖虎挖粪坑，却被他们误以为是干苦力。一气之下，帽子哥拿着削尖的木棍，愤怒地冲向胖虎，结果一头栽进土坑，被木棍扎了个透心凉。这波刚凉，同伴小胖又一鼓作气朝瘦猴冲去，谁知竟直接钻进了碎木机。瘦猴拼命往外拉，可惜已经来不及。见小胖被机器搅成肉泥，瘦猴也彻底蒙圈了，这是什么集体自杀场面啊？他大胆推测，这帮大学生很可能就是到这里自杀的，得赶紧把家里的锋利武器藏起来。胖虎也瞬间顿悟，猜测他们还想杀死金发妹，不然当晚落水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逃之夭夭了呢？清理碎木机中的尸体时，警车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两人尴尬一笑，这该如何解释？瘦猴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警察，由于太过离奇，警察并没有相信，情急之下只好告诉警察，小木屋里还躺着一个姑娘，她能证实两人并没有杀人。确认后，警察让胖虎和瘦猴淡定，既然没杀人，就不用慌张。说完，警察惬意地靠在了柱子上，结果当场悲剧，柱子松动，上面的钉子狠狠扎进警察的大脑门。他晃晃悠悠来到警车边，准备向警局求救，可是刚拿起通讯设备，他就倒地而亡了。见状，报警的条纹哥崩溃了，他拿起警察的配枪，准备送两人上天。可这小老弟连保险没打开都不知道，结果不小心擦枪走火，自己枪杀了自己。同伴死得七七八八，这让蓝衣哥愤怒不已，拿起手枪连开数枪。好在胖虎他们及时躲进了木屋，蓝衣哥不肯放弃，转头就挟持了胖虎的狗。两人很快商量好对策，胖虎在房间里吸引大学生的注意，瘦猴则在小树枝的掩护下想办法救狗。最后虽然救狗成功，瘦猴却暴露了行踪，不仅被蓝衣哥倒挂起来，还被砍断2根手指作为惩罚。可能是后遗症的原因，金发妹晕了好几个小时，就在刚刚才醒了过来。得知自己的朋友和胖虎他们误会很大，金发妹决定做些什么。然而蓝衣哥不仅不相信他说的，甚至怀疑金发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就是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了情感。蓝衣哥本就对金发妹爱而不得，这种想法一出来，那嫉妒的心再也压制不住。蓝衣哥气急败坏，双手怒掐金发妹，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。好在胖虎带着刚被救出的瘦猴赶到，金发妹站在中间，劝双方都冷静冷静，与其动刀动枪，倒不如喝杯茶，好好把误会解开。这回大家都很给金发妹面子，乖乖地坐了下来。期间，蓝衣哥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之前讲的恐怖故事是蓝衣哥的父母亲身经历的，他的母亲就是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，父亲则下落不明，至今尸体都没有找到。母亲在生下蓝衣哥后，因精神出现问题，被人拉到了疯人院。后来蓝衣哥从祖母口中得知父母的遭遇后，便对长相凶恶的乡下人充满恶意，认为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听完蓝衣哥的故事，胖虎的心中竟燃起一丝同情。说到底都是偏见惹的祸。胖虎更是坦言，他平时连条鱼都不敢杀，又怎么会杀人呢？别看长得凶，其实怂包一个。就在误会即将解除时，在外等候的2个大学生见蓝衣哥迟迟没出来，以为他凶多吉少，竟然拿着除草机杀了进来。谁知一个手抖把自己人给嘎了。情绪才刚稳定下来的蓝衣哥这下又急眼了，本想烧死胖虎他们，却不小心把同伴烧成小火人，火越烧越大，很快就点燃了屋子里的燃料。紧急关头，胖虎和瘦猴拉着金发妹逃了出去，蓝衣哥被还剩一口气的同伴死死拉住脚，一时之间无法动弹。蓝衣哥下线了吗？并没有，虽然他被刚才的爆炸毁了容，却依然坚挺的活着。胖虎连忙开车带大家离开，以为甩掉了蓝衣哥，胖虎激动不已，结果乐极生悲，车子撞上前面的大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胖虎被狗舔醒，他从受伤严重的瘦猴口中得知金发妹被蓝衣哥带走了。
为了下半辈子的幸福，胖虎决定硬刚蓝衣哥，夺回金发妹。在狗狗的帮助下，胖虎顺利找到蓝衣哥藏匿的地方。就在他给金发妹松绑时，蓝衣哥出手了。既然得不到，那就毁掉。金发妹要被利器一分为二的最后关头，胖虎一斧头劈断绳子，成功帮他脱困。接下来的交战中，胖虎并不是蓝衣哥的对手，两人只能趁机逃到阁楼。意外的是，房间里放着不少老物件，甚至还保留了20年前的旧报纸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20年前的变态屠夫并不是什么乡下人，而是蓝衣哥的父亲。得知真相的蓝衣哥彻底崩溃，他不愿接受现实，发了疯似的攻向胖虎。不料一个狡猾，蓝衣哥竟从窗户坠落，活活摔死。故事最后，警察赶到这里，他们并没有抓走胖虎和瘦猴，而是推断死去的大学生们是被某个变态杀手杀死的。终于，胖虎如愿以偿，向金发妹表明心意后，成功抱得美人归。而瘦猴也接受了手术，尽管2根新接起来的手指看起来怪怪的，但用起来肯定没有问题。影片集幽默和重口于一身，一个看似荒诞实则自然的误会，引发了一连串搞笑命案。尽管荒唐至极，却完全没有做作的感觉。其中最惊喜的莫过于反常识的故事设定，貌似杀人魔的2个乡巴佬却是单纯善良的人，一群人畜无害的大学生却作茧自缚，反误了亲亲性命。总而言之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你以为的坏人也可能只是偏见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